我刚才在楼下看到我哥的车了，他也在这儿呢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。送给你的。真不行了啊！送错地儿了吧？真不上班了？真不想我？真要把国雪红手送给别人？不离婚，就甭来找我。离，可那不得有一过程吗？我现在啊，正在努力的与过去告别，痛苦的拉锯之中。你也再等等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怕你受不了。长青哥，不是你这样就没劲了啊！长青哥，哎，不许动！不是，小雪叫我呢。快点啊！今天腿必须得给我下去。下。哎。啊！孙永光，你来干什么？长青哥，建国说他想娶我，你看，他还给我买了那么一大束玫瑰花。可我这心里真的拿不定主意，你说我是答应他呢，还是不答应他？够狠！长青哥，我听你的。不管你跟吴婷婷过得怎么样，是不是要离婚，我警告你，离唐小雪远点。我就奇了怪了啊！当初我要娶吴婷婷，咱爸要在酒里下毒弄死我，你呢为此跟我翻脸，不认我这个弟弟。现在我想回家认祖归宗，好好听你们的话，娶了唐小雪，你又站出来反对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脏，你知道吗？你脏到骨子里了。祸害女人成瘾是吧？你祸害完唐小雪，祸害吴婷婷，现在反过来，祸害完吴婷婷，你接着要祸害唐小雪。你怎么那么坏啊？我真为有你这么弟弟感到耻辱。耻辱就耻辱吧，好在你心里还有我这么个弟弟，我知足了。哎，咱俩聊点别的呗。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一直想帮你，你也不领情。你没事总往这儿跑，我嫂子知道吗？我嫂子可是个好人，别让她着急。
满意了吧？你不就是想看我笑话吗？怕我了？怕我了就离我远点儿。行了，进去看看吧，看看里边的装修风格喜欢不喜欢。我说了我不要。这房子可不是花钱能买着的，这是历史文物啊！有这样一栋楼在手里边，什么妞我泡不着，你可千万别后悔啊！谁不知道你宋建国想泡个妞，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，用不着买房送楼。哎呀，有你在我不敢啊！说好，算我求你了。我跟吴婷婷已经正式提出离婚了，不过她狮子大开口，我正在找律师跟她谈。别跟我说这个，我不想听。好，这栋楼真美，还是那个时候的人有审美。住在这里面，一定别有一番情调。咱们结婚以后就住在这儿，此处风景独好。所以说，你的钥匙给走了。还有件正事儿，宁州银行有笔贷款要到期了，还贷续贷的事儿也只有你来管的，回公司打理一下吧。我说过了，以后你的事儿我一律不管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的事儿你也别管。说吧，我可以答应跟宋建国离婚。你真逗。跟宋建国离婚，你应该去找他谈呢。他只听你的。哦，如果真是这样，就不会有今天，你就不会存在。只要他答应净身出户，我马上跟他离婚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，我无所谓。国学我要收回，我要收购你所有的股份，按我定的价格收购。多少钱一股啊？10块？1块？还是1分？也就是说，我也要净身出户了。吴婷婷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你是穷疯了吧？就因为你跟宋建国这点破事儿，让我放弃国学，想都别想。那这么说来，这场戏就永远都没有落幕的时候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接着演下去。
你千万别跟宋建国离婚，你拖死他，真的。不过你最多只能拖2年。婚姻法第32条规定，夫妻双方感情破裂，分居满2年，即可形成法定离婚。好好算算，你还剩多少时间？男人和钱，你是一个都不肯放，是吗？想通过离婚，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这离婚也能当生意谈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宋建国是个混蛋，你也是个混蛋。你才知道啊？那你算什么呀？你不也是个混蛋吗？当了婊子就别想立牌坊，不做人事儿，少跟我这儿说人话。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不上班去照顾妈，怎么还让宋长青来啊？他自己愿意来的，天天都过来照顾妈，我拦都拦不住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唐小雪，你就是这样，光想着自己舒服，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不都回来了吗？到时候跟他说不让他来了。那他再来，我把他轰走，行了吧？你说的啊？只有半路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话说回来，不管吴婷婷当年怎么害小雪，这件事儿最大的错在你。行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正想办法改正错误呢吗？那你就大方点儿，既然离婚，就别在钱上跟吴婷婷计较。我都给他，我净身出户行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讲完呐？这钱，这家当，也是你凭本事吃了不少苦，一分一分挣来的。一码归一码，得公平，合理的补偿是必要的。要不，妈出面去跟吴婷婷聊聊。哎呦妈，行了行了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能处理好啊。你出面。哎呀，小郑，爸，别叫我爸，我担当不起。我告诉你，你和吴婷婷离婚的事我知道，你已经伤害过小雪一次了，再这么做，就是要伤害吴婷婷。做人做事不能这么自私，前前后后你想清楚，一个男人一次次的伤害女人，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，可耻。这个事情你给我处理清楚，处理不好，以后不允许你回来找你妈。上楼。
爸说的话，你好好想想。走了。但是我这2天没时间，你先跟我的秘书联系吧，啊。好嘞，那就这么着，拜拜。够准时的呀。还不是因为你，别的事儿我一律吃得好。你就会哄女人开心。可这招好像一直对你不灵啊。约我出来什么事儿了？叙叙旧嘛。我这不是要走了吗？所以有一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儿，就要叙叙旧，聊聊天儿。张总，您别一见漂亮女人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好吗？哎呦，你瞧瞧你，不就是离个婚吗？这心情至于这么不美丽吗？再说了，这不还有我在这儿等着你呢吗？行啊，你先回去跟嫂子离婚。说你还是我爸学生呢，这么没正经。哎呀，说的吴主任真是够意思，知道我要走了，特意给我开了个欢送会，场面很感人呐。老爷子高兴，喝了不少，一直拉着我的手聊。你知道聊什么吗？全都是你。老爷子说了，他这辈子最遗憾的，就是还没看到你有一个幸福的归宿。让我好好劝劝你，千万别执迷不悟了，啊！婷婷啊，你说当初你要是嫁给了我，行了吧，张明辉，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好吧？老实交代，背着我嫂子，在外头找了多少漂亮妹妹啊？那还不得怪你啊！当初你要是嫁给了我，我哪还有那么多坏毛病？我把这话告诉嫂子。行，那我就跟你嫂子说，是你勾引的我。你就是没正经的。反正我现在正在被人欺负呢，我也没见你管。哎呦，你这太冤枉我了吧？啊！天地良心，你说之前那么多，行，咱们不提之前了。谁欺负你了？谁欺负你，我立马收拾他。记住你这句话，先谢了。他那是作死。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。我来，我来，还有这个，多吃啊！吃啊！
谢谢啊，今天那么配合，没让你妈失望。程清，请你以后不要再一个人来我家，行吗？你别多想，我来你这儿，程杰都知道。刚才打电话你也听见了，他说他吃过了。程杰刚陪我去了安徽，你就天天跑到我家来照顾我妈，他会怎么想啊？我是女人，我比你清楚。对不起啊，回来晚了。说要早点回来，早点回来。这周阿姨不干，非留我在这吃饭。你别解释，什么都别解释。还生气了啊？约法三章你忘了？没忘啊，一条都没忘啊。你看，你说的，你去安徽陪小雨，我在家照顾周阿姨，这不都你说的吗？最关键的第3条呢，我一回来你就回家，绝对不单独跟小雨见面，这你做到了吗？我做到了，我没单独跟小雨见面啊。周阿姨、我、小雨、小雪，我们4个人吃的饭。人家一家好不容易团圆一回，我也不能扫兴啊。人家是团圆了，你让我一个人在家落单儿，大老远回来冷冷清清的，还得自己煮面条填肚子。人家都重要，就你老婆最不重要了，是吧？我老婆最重要，老婆最重要，我的老婆最重要啊！我错了啊！别揉揉背啊！哎呀，我的老婆最大度，咱们要高高兴兴，不生气，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造小人计划。现在是约法4章。我回来了，以后小雨的事儿要管也是我管，你不许过问，能做到吗？遵旨。今天的事儿先给你记一下，是打是罚，一观后效。啊什么啊？使点劲。行，一切遵命啊！听老婆话，跟党走。这就对了，再往下点儿。下呀？往下。讨厌。小雪，去哪儿啊？你都回来了，我还待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能不能别再跟我说宋建国的事儿？我就是要说宋建国。你比我清楚，他为了调动自己的工作，可以把手往机器里送；他为了拆东方厂，可以逼死刘小旺；他为了自己的前程，可以出卖婚姻。他就是个混蛋，他只爱他自己。你必须离开他。这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你翻这些就这样有意思吗？小雪，姐知道你非常爱他，
为他付出了很多，甚至都不能再生孩子了。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，他是有妇之夫，你这样做就是不道德。你就是把天说塌下来，我也要宋建国和吴婷婷离婚。你就折腾吧，拿了我的就得给我还回来，吃了我的就得给我吐出来。你这样早晚把自己毁了。我早就毁了，我就是一个无产者，失去的永远是锁链。虽然我得不到整个世界，我也要斗争到底。我知道你很痛苦，如果不离婚，我们会永无宁日。我答应你，净身出户。唐小雪这个贱货，你真是什么都舍得。是我贱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我先谢了。找律师吧。长青去家里，我不在怎么办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啊？我跟他说了，他有他自己的事儿。妈，别老常青常青的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你就别问了，这都要迟到了，咱们赶紧走吧，啊！听话，乖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老师姓程，今天第一天给同学们上课，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，我们一起进步，一起成长，好不好？好。好的，来，先跟程老师做一下热身运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哎呀，孩子们多高兴啊！7、8，好的。这下可帮了我大忙了。坐好了，手打开，膝盖伸直，绷脚，腰板立起来。好的，1、2、3、4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好的。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跟小朋友一起跳啊，好
呀，每次都让我在最后一排，今天我站到第一排。第一排。他是谁？你一走呀，就是1个星期。对呀，谁家没有点急事呢？我可以体谅。那小朋友怎么办？这个课还要不要上？五行部怎么办？不要生存吗？给你找了个替班老师，你呀，应该感谢我。是徐主任，谢谢您体谅我。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可以正常上班了。唐老师啊，有些个事情呢，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。你知不知道呀？有个别家长跟我反映过很多次，说你每天上班都带着你这个妈妈来，长此以往，这小朋友们的安全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妈妈呢，你一定要照顾好，谁家没一个老人呢，对吧？这个老师啊，你就不要当了。演出部服装道具库啊，缺少一个保管员。我看你啊，徐主任，您说的那个代班老师我见过，就是高馆长的小女儿高寒林吧？不说这个了，事情呢也没有这么复杂。这样，你只要把你妈妈的事情处理好，你还是我们武训部的老师。高馆长的女儿呢，是舞蹈学校毕业的，她是要进市歌舞团跳主角的，人家怎么可以看得上我们这些小地方呢？这种话以后可不能瞎说呀，不利于团结啊！妈，走吧。唐总，我们公司和宁州银行一直是续贷的关系。现在还贷的期限就要到了，宁州银行说这次不给国雪续贷了，所以公司资金出了问题，有的工地现在都已经停工了，工人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我去宁州银行找张总好几次，他都不肯见我。行了，上车去吧。跟宁州银行贷款的事儿呢，一直都是你在打交道。我知道你不想管，可我也是没办法啊。我已经给姓张的去了电话了，他不接啊。哎，我们能不能公事私事分开处理？你可以不给我面子，但你总得关照关照那些农民工吧？啊！高抬贵手，救救国雪。资金链一断，公司就得崩盘，这对谁都没好处。别忘了啊，你在公司还有49%的股份。吴婷婷是董事长，你应该去找她。我已经跟她摊牌了，哥们儿要净身出户。放开我！我就是要骂他，把我一个人锁在办公室，还要把我送回医院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
来了，你来照顾我，你来保护我，不然他正要把我送回医院去。我没这个女儿，我不认识唐小雨。哎呀，你消消气啊！我去说他，不生气了啊！良心就是没良心。你为什么把周阿姨一个人锁在办公室啊？为什么要把她送回医院去？你就不该来。什么叫我不该来啊？我不管你什么理由啊，你是没时间也好，是没精力也罢，是单位领导不同意也行，总之你不能再把周阿姨送回医院去。她没病，她不是病人，她需要的是我们做儿女的关心和照顾。我也不想把我妈送回医院，我也不想做一个不孝顺的女儿。可是我没办法，我得工作呀，我总不能24小时都守着她。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我来照顾周阿姨。我求求你了，啊！程杰刚跟我说你们想要个孩子，多好的事儿！你现在天天跑过来照顾我妈，他怎么想啊？你这不是节外生枝吗？那是我的事儿。回家。张总，什么意思呀？临走了还要跟我玩心跳？唐大美女终于出现了，我还以为我这临走你都不请我喝杯践行酒呢，真是人情薄如纸啊！哎呦，哪敢呀！您这又是不放贷，又是不见面，还不接电话，国雪都快关张倒闭了，我求您还来不及呢。我就是想不起您这尊菩萨。是哪炷香没烧到啊？哎呀，这可怪不得我呀！你们家宋建国这眼睛长到天灵盖上去了，派个小秘书就要跟我谈上亿的贷款。我好歹也是个总吧，啊，总不能老拿村长不当干部。张总别生气了啊，今天我给您赔罪。就爱听你说话。哎，宋建国呢？早就恭候您大驾了。这还差不多。真不是说我不帮你啊，谈不上出手相救，都是应该的。你走商道，我做金融，说白了都是在道上混。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对手少堵墙。你凭良心说，这么多年，我张明辉哪次没帮你啊？李虽，虽然咱俩见面不多。可我该上供的时候，我也从来不含糊。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这次续贷怎么就这么难？哎呀，都是游戏规则嘛，我一点都没出圈。这银根收紧，上面有新政策，我也没办法。行，政策我每天都关心啊。我的理解是，银根紧缩，这得看审核对象是谁。不能只针对我宋建国吧？张秋良，天鹰公司，
人家前天提交的续贷手续，昨天这事儿就给办了，也是你老婆帮的。小雪，下来玩啊！我等会儿就下去，你们先玩。没错，明白了，还是兄弟我做的不到位，加上您最近一直忙调动没顾上，这我都能理解啊。张总，松松手吧，帮兄弟把续贷这事儿给办了。临走之前有什么吩咐随便提。你今天这组的什么局啊？这得看张总你什么心情。你要是高兴，今天晚上绿洲饭店3号厅，我和美女们一起为张总送行，祝张总前程似锦，前途坦荡。啊，人太多，闹。有一个人陪我就够，随便挑，随便，好。这玩笑开大了。我实话告诉你。我今天就是冲着唐小雪来的，这不是玩笑，是交易。你最擅长，你玩我？你说的没错，我这手一松，续贷还真就不是个什么事儿。17亿，唐小雪。你选谁呀？啊？姑娘们，我来了！张总，美女们都在等你呢，玩得开心点啊！有你在，我比什么都开心。来，美女们，排好队，我教你们戏水。秦医生，让你白跑一趟。没事儿，阿姨她不愿意去医院，这说明她意识清晰，判断明确。她这种情况本来就不应该去医院的，就应该在家好好待着。说实话，确实是我有私心，因为你跟我妈的关系好，她听你的，所以才想请你呀把她接回医院，有你照顾，我放心。小雨啊，阿姨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病人。以前感情受过巨大的伤害，所以他现在是自动屏蔽掉那些不愿意想起的往事，偶然想起了，他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激动。其实这个时候，他更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，家庭的温暖。这些比我们医生比药物治疗的管用得多。我知道了。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非常愿意提供帮助。我这么做不单单因为阿姨她是我的病人，更重要的是因为阿姨她真的是个好人。我先走了。秦医生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把你以前的事也跟我和我妹说了。你也是个好人。谢谢。谢谢。
你们俩怎么定的呀？他说这事儿还能商量。什么叫能商量啊？你知道续贷不成功的后果吗？公司被查封，账户被冻结，所有项目都会被银行拿。这些我都知道。放心吧，剩下的事儿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，你把我叫过来干这事儿。今天你辛苦了，早点回家歇着。庄阿姨现在呢，一切都很稳定，她就应该在家里边待着。可是小雨跟我说，是因为你才要把庄阿姨送回医院的。他们家情况特殊，不管怎么说，庄阿姨也是个病人，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小雨的感受？我知道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不送了啊。再会，再会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你在家挺好，就不用去医院了。长青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他是单身，他老婆死了，2年前车祸。前几天，小雨跟程杰不是去安徽了吗？他跑来看我，说是回访，可是问了大半天啊，全都是小雨的事儿。其实啊，他就是来给我打听小雨的情况的。切，这孩子，他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。我早就把这点事儿看的是清清楚楚了，谁比谁傻呀？那您都看清楚什么了？秦伟江喜欢唐小雨。这你都有根据。你傻呀你？那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吗？阿姨，这事儿小雨知道吗？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看出来了。长青，你倒点水去。明辉是我爸学生，以前追过我，我们现在关系也不错。怎么了？就凭这个，你怀疑我指使他不给你续贷啊？宋建国，你是不是有被害狂想症啊？那他为什么刁难我？以前一直没事儿。你去问他呀。既然你们两个私交不错，伸手拉我一把，拉我一把也是拉顾雪一把，对你对我都有好处。你应该去求唐小雪。以前不都是唐小雪跟张明辉打交道吗？
张明辉对唐小雪印象可好了，没准你让唐小雪去求他，人家就会放你一马。想跳楼自杀呀？要不要陪你一起跳？打你电话也不接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真的想死啊？要是死能解决问题，这就不叫事儿了。那你跟我说说，有什么事儿比死还大？张明辉说，只要你陪他睡一觉，续带的事儿就不是问题。做生意本来就有输有赢，我赢得起也输得起。有我收拾人的时候，就有我被人收拾的时候，这叫报应。我宋建国本来就是一个摆地摊的。大不了国血关张，一切从头再来。我认了。小雪，最可怜的人是你，我恐怕是没办法让你变成全宁州最有钱的女人。
我妈呢？啊，刚睡下。晚饭我来做吧。不用了，马上就好。长青啊，啊，我已经跟单位打过招呼，领导同意让我带着我妈上班。可是你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，周阿姨谁管？我要是有事儿啊，可以麻烦其他的老师照顾一下我妈。那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别把周阿姨一个人锁在办公室，容易出事儿？领导还同意，我给孩子们上课时，可以带着我妈进排练厅。你快去学校接程杰吧。他回到家，看见家里没人，不好。料都备好了，你直接炒一下就行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放你这儿。来，吃虾。好好好。再吃个螃蟹。妈，我自己来。你也够得着，您放着吧啊。您也吃。哎，我吃。长青啊，你看看你爸，这嘴上不说，心还真细。荤素搭配，什么豆制品啊，什么鸡蛋呐，这样样都有。他还亲自下厨，就是为了让陈杰调养好身体。还跟我规定啊，每星期必须来送2趟菜。这真不用啊！我现在又不去工地，我有的是时间，菜我可以给程杰做。你回去跟我爸说，让他放心啊，程杰我一定会照顾好的。妈，长青最近表现可好了，每天接我上下班，菜也都买好了。刚才本来要做的，你来了。回去跟爸说，他想什么我们都明白，我们俩一定会努力，争取让他老人家早一点抱上大孙子。那就好。这样啊，为了让你和我爸早日抱上健康活泼的大孙子，我决定每天晚上9点以后，在小区跑步10公里，好吧？咱们来一个优生优育。人家锻炼都大早上的，你晚上跑什么呀？不是，晚上的事最关键，你可别耽误了。我是每天早晨我要做饭，要送他上班，实在倒腾不开。您放心啊，晚上的事儿耽误不了。不耽误就行。妈，咱们得好好谈谈。想让我回医院，坚决不答应。好，你可以不回医院，那你也得答应我，从今以后啊，不要再给宋长青打电话了。我也不想打，我给秦医生打，可是他忙啊。再说医院又远，还是长青好，一打电话说来就来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
你能不能别再给我添乱了呀？不然你选一个，要么宋长青来，要么秦伟江来。从前妈犯过错，那你也得给妈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啊。您说什么呢？妈拆散了你跟长青，让你嫁给了郑宇，现在又离了，以后找什么样的人，妈得好好跟你把把关。不是要谈吗？